9·18事变后，偏僻的嘉峪关也开始觉察到其西北上空悄然集结的乌云。继西方探险家的浪潮涌过之后，又一群人接踵而至。这是一群中国人的面孔，他们中有记者，也有政治家。在这个最迷茫、最彷徨的时代，这些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相系最紧的人士，不约而同选择了到西北去。戈壁上屹立的关城，如黑夜的灯塔，驱散了内心的迷雾，也将照亮一个新生的时代。冬天似乎是嘉峪关城最寂静的时刻，厚厚的冰雪一如既往覆盖了关城外的茫茫戈壁。1936年春节刚过，万籁俱寂的戈壁深处突然传来汽车的鸣笛声。碾着冰雪艰难走进的车里，坐着一位26岁的中国人，时任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戈壁西面，在两山环抱中耸立起巍峨的城楼，皑皑的长城犹如一条长蛇似的，从边远的北部山梁蜿蜒穿过城楼，又向南面的山梁爬去。那城楼处就是嘉峪关了。在这大道3/10为冰块所盖，行车最为危险的寒冬之际，他为何要以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闯入这冰雪所覆盖与阻隔的世界？范长江作为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后人，似乎在用一生践行着其先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的1927年，他加入国民革命军，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8·1南昌起义。那一年，他还只有18岁。
918事件后，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却深感危机重重的华北已容不下一张书桌。毅然离校后，做一个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用思想改变这个世界，成为他探寻抗日救国之路上的新选择。巍峨的嘉峪关城楼矗立在眼前，范长江第一眼看到的嘉峪关是这样的。嘉峪关有小城一座，历年兵祸，城内已全废退。城外有居民约50-60家，皆是房屋矮小破败，居民亦贫困无活气。关口在城西，关上有高楼一座，现盖已为大风吹去，仅剩支柱几栋，还在为此古迹做勉强撑持。从远观的巍峨雄壮到走近后的颓废不堪，虽然难掩内心的失落，但范长江还是仔细地把这关城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从四川到西北，从盛夏走到寒冬，他一直带着一个疑问上路，并希望透过旅程找到问题的答案。那几乎是那个时代压在每个中国人身上一个令他们同感苦闷的问题：在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918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蒋介石不仅不抵抗，反而调转枪口，以重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迫使红军进行了震惊中外的25000里长征。1935年7月，年仅25岁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决定走出书斋，以实地考察的方式为中国的未来寻一个方向。与千万国人不约而同，他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此次考察的目的有二：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从四川翻越大雪山进入陕甘，从祁连山南走到了祁连山北的河西走廊。一路走来，这条1000年前曾经繁华富庶的走廊依然风景壮丽，土地丰沃，但人民的状态却是触目惊心。1月10日到张掖，初被美丽的野景和壮丽的城池所刺激，内心里深觉今张掖之名不虚传。稍过几日之后，原来幼稚的愉快印象，逐渐换为惨痛幻灭的凄凉。汉人19身体孱弱，衣衫褴褛，鸦片烟残害后的苍黄瘦脸，挂在多半的汉人头上。许多根本无家的孩子，上身披着百孔千疮的破衣。
一路到了西端的嘉峪关。在嘉峪关的关门洞中，范长江停住了脚步。墙壁上写满了古今中外游人过客各种各样的题诗，他仔细地全部读了一遍。就像这座关城一样，这些前人的诗句再次让他感到了失落。家者不多，且实久为苦边怀乡之作。气势雄壮者，不得一观。他不禁想起了因禁烟而被贬西北的林则徐在途经嘉峪关时留下的诗句：“谁道小寒千古险，回看只见一碗米。”距离西方用坚船利炮敲击国门的林则徐时代，已过去了将近100年，国家的危机依然未得到缓解。日本层层逼近，灭亡中国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征战沙场，保家卫国，即将成为每个中国人必将面对的选择。范长江希望国民能够恢复当年林则徐昂首出关的气势，以及不畏牺牲的血性，抵抗外敌。这才是嘉峪关作为天下第一雄关所应唤起的力量和精神。他们只想找更美满的生活，根本不想回家。无论沙漠怎样苦，他们也不怕。考察结束后，天津大公报馆将范长江在10个月考察期间写成的通讯文章，以“中国的西北角”之名集结出版。短短10个多月内，中国的西北角连版9次，创下中国出版界的奇迹。就在此书风行全国之时，它的作者范长江已经开始了他的又一次行程。1936年夏，范长江长途跋涉，再次来到了西北。这次他的目的地是距离嘉峪关不到500公里的额济纳旗。与上一次西北行相比，这是一次更加危险的孤军深入。从山海关顺着长城西看，绥远以及绥远之西的阿拉善和额济纳等内蒙古西部，也在酝酿着风云变色。日本特务潜入此处，拉拢亲日派蒙古贵族，并在额济纳旗和百灵庙建立了据点和飞机场。他们的行径已被国人察觉，但他们下一步所要图谋的究竟是什么？国人一时还无法看清。在战争空气弥漫的内蒙古草原上，范长江想起了不远处的嘉峪关，以及不久前一位久居中国的外籍记者对他提出的疑问。这位外籍记者对中国的万里长城极感兴趣，他的问题同样聚焦在长城上。长城到今天已没有任何事实上防御的效力，但是一个国家不能不有一个国界，不能不有一个国防线。我不知道你们中国将来的长城究竟在哪里。在额济纳旗，范长江遇到了只身一人的国民政府特派员王德干，从中听到了许多关于日本在这一带活动的讯息。他根据这些讯息看出日本的企图，是想在中国的北面造成封锁中国的壁垒。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在战时求得国际援助，海洋交通是非常困难。但陆路方面，
中国有被迫与苏俄联合的可能。他们看到这一点后，决定抢先完成对中国的封锁。在其封锁计划中，有一条道路至关重要。你的邻人早已在那里做分化蒙古人的功夫。如果蒙古人被他们鼓动起来，溯弱水而上，进袭酒泉、嘉峪关，可以说是长驱直入，无险可守。就如酒泉、嘉峪关被占，则绥远通新疆的道路和甘肃通新疆的道路皆完全阻塞。日本人从东三省横贯内蒙，阻隔中苏交通的计划，到那时就会圆满实现。你们大好的西北河山，恐怕又要成为不安之地了。眼见局势危急，此时范长江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尽快离开额济纳，将西蒙危急实况早日宣布国人。范长江昼夜兼程逃离了额济纳，国民政府根据范长江带回的情报，发动了清除日军据点的行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范长江誉为近代班超的王德干悄然潜入日军武器库，用一把大火摧毁了库存的枪支弹药。绥远局部抗战初告胜利，内蒙古草原又一次平静了下来。范长江再次想起那名外籍记者向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最终寻到的答案。一个比一个大的海潮向他们所做的石岛冲来，艇上传来一群青年的歌声。歌声与潮声相和合，雄壮激昂。老记者兴奋地听着说：“这是你们中国青年的吼声吗？”“是的。”范长江如此回答。满怀着对民族未来的信心，范长江继续着自己的探寻之路。1937年2月9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范长江来到延安，成为国统区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访问的中国记者。历时10年，辗转寻找的抗日救国之路，最终落脚在了延安。火热的抗战热情感染了范长江，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抗战。一盘散沙的中国终于团结起来，共同迎敌。然而，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1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除个别战役或战斗外，均以失利或撤退而告终。华北、华东、华中、华南、
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尤其是火力上存在巨大差距。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陆军精锐的大部和几乎全部空军、海军投入了这场会战。淞沪会战持续了3个月，虽然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中国军民损失惨重，特别是海军基本全军覆没，空军作战飞机只剩14架。本就薄弱的军工产业早已无法满足中国的战时需要，国民政府随即向苏、美、英、法等大国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提供各类武器装备。但美、英、法等国对于中国的求援并未理睬，只有苏联明确表态，坚定支持中国的抗战。但苏联援华战略物资必须通过稳定高效的运输线，方能运抵中国境内。而日本在攻占沿海地区后，已迅速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此时，那条被他们觊觎了很久的陆上交通线，开始成为关乎抗战成败的大动脉。他从苏联出发，从新疆经嘉峪关，再抵达兰州、西安。经中苏两国协商，中国负责修建兰州到霍尔果斯的2700公里道路，苏联修通从霍尔果斯到土耳其斯坦的铁路。苏联援华物资已经开始起运，国民政府抓紧时间抢修甘肃至新疆的公路。兰州至酒泉一般通车没有太大问题，最担心的是酒泉至星星峡之间的沙漠戈壁难以通车，尤其是嘉峪关至玉门镇间，洪水漫河横流，沙滩多而不平。但查勘的结果发现，戈壁并非流沙，汽车畅行无阻。1937年10月，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下，迎来了苏方第一批运送战略物资的车队。苏联首批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境内，就包括100多架飞机以及大量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而此时，中国原有飞机几乎全被击落。这批武器无疑是雪中送炭，让中国军队倍感振奋。据统计，1937年至1941年期间，苏联援助的1235架飞机、1600门各式口径火炮、近2000辆汽车，以及超过6万支和上亿发子弹，均是通过这条大动脉，经过嘉峪关，抵达兰州，然后再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抗战前线。据陈纳德所言，从这条路运抵中国的战时物资，远远超过赫赫有名的滇缅路所输入数量。除了陆地大通道之外，中苏两国不久又在中国西北开辟了一条军用航空通道，并在嘉峪关附近修建了一个军用机场。大批苏联战斗机在机场起降，最多时每天有几十架到上百架飞机起降。兰州、酒泉空战期间，我国空军英勇应战，大都是从这个飞机场中转起飞的。对于这条陆空交通大通道，官方的描述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长、运行时间最长，也最安全的国际交通线，
成了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正是因为有了这条大动脉的存在，用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才得以实现。从918事变到77事变，再到1941年年尾，落后的旧中国竟然孤军奋战了10年时间。抗战全面爆发时，日本当年的钢产量是580万吨，而中国只有区区的4万吨。这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与工业国家之间铁与血的对抗。这漫长的时间里，除了苏联援助一些军事物资外，国际社会一直保持着对日绥靖政策。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1942年元旦，以中、美、英、苏4国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紧接着，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虽然形势尤为艰难，但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开始显露。此时的西北地区，从援华大通道到抗战大后方，开始承载着新的使命。其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都成为国家从相持走向胜利的重要支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以及新国运发扬的根基，开发西北的口号响彻大地。嘉峪关也迎来了新的考察者。1942年7月，炙热的河西走廊，在终年不化的祁连冰川映照下，格外透亮干爽。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蒋介石派他巡视西北，为自己随后的考察打前站。从西安沿着西兰公路进入甘肃后，蒋经国变得异常兴奋。但当地人民的穷苦和城镇的凋敝，却带给他巨大的冲击。败落的西北是他无法回避的事实。西北有一句俗话说：“今张掖引武威”，表示张掖是很富的。但是，在今天的张掖，已够不上拿“金”字来形容了。在河西走廊考察完武威、张掖、酒泉后，他开始向安西行进。路上要经过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嘉峪关，长城的最后一关。由关上向外一望，是一片无垠辽阔的平原，那里才是真正西北的胸膛。所以，
有志的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1942年8月，蒋介石的专机在嘉峪关附近的机场降落。第二天，他便与宋美龄一起登上，并仔细查看了嘉峪关关城。此时的关城因年久失修，墙体夯土层严重脱落，城砖松动，楼体散架，自然与人为破坏很严重。蒋介石指示要求立即进行嘉峪关关城的修缮工作，但在地方官员的彼此推脱下，一直到蒋介石父子败退台湾，嘉峪关关城也未有等到修缮的机会。1949年9月25日，嘉峪关解放。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经过这里，开进新疆。1950年。新政府就开始拨款维修嘉峪关城，而这片土地也迎来了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短短5年多时间里，中国向现代工业国家迈出了一大步，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并不会给予年轻的共和国从容发展的机会。作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基础，钢产量具有决定性意义。1955年春，在北京国务最高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现在仍是以钢为纲，全国6大区都应有钢铁基地。目前只有西北还没有，使我难以安枕呀。经过近代100年的坎坷探索，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只有均衡布局，才能从容应对这危局。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年钢产量只有16万吨，但1年后，迅速增加到60万吨。到这次国务最高会议召开时，中国年钢产量已达到230万吨，但仍远远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钢产量分布很不均匀，占中国国土面积近1/3的大西北，却没有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这正是毛泽东所忧虑的地方。要修建大型钢铁厂，首先就要找到冶炼所需的铁矿。地质勘察队开始活跃在祁连山中。1955年，在嘉峪关城的不远处，勘察队取得重大突破，储量丰富的净铁山铁矿被发现，酒泉钢铁厂随即成立，成为新中国继鞍钢、武钢、包钢之后规划建设的第4个钢铁工业基地。古老沧桑的土地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那寄予了无数人期望的复兴之梦，
终究没有被国人遗忘。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号角在新中国正式吹响。原本只有一座破败衰落的城关和100户人家的戈壁滩上，迎来了一批批天南地北的移民。1965年，以古老关城命名的嘉峪关市相伴而生。从第2年开始，相继有数万名建设人员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02部队。从矿区到厂区，这些被理想召唤而来的年轻人，住着地窝子，顶着风沙，开始了艰难创业的历程。You'll get the sound of the trains hooting. It seems to echo here. 威廉·林赛出生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叫瓦勒塞的小镇。当他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常和哥哥一起沿着英国哈德良长城奔跑。这道英国长城修建于2世纪，全长117公里，是古罗马世界最长的城墙。林赛的床边有一本世界地图，在翻到中国部分时，他都会充满兴趣地想象着地图中那条如长蛇一般横贯东西的标志性建筑。到长城去看一看，用双脚完成穿越长城的壮举，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1986年，29岁的威廉·林赛终于来到中国，见到了梦想中的长城。他立志要从最西端开始走完整个长城。以嘉峪关为起点的他，一路沿着城墙寻找长城的最西起点。直到今日，他依然记得当年来到长城第1墩时的激动心情。In the last few tens of meters, I realized I was nearing some kind of precipice. And the hissing got louder, and I could feel my heart beating in my chest. And at that moment, I was convinced, this is the place I begin my journey. 从1987年的4月开始，带着极为精简的行囊，林赛从嘉峪关出发，开始了徒步穿越长城的跋涉。经过100多个日夜的跋涉，独自行走了5000多公里，他终于从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抵达了最东面的山海关老龙头。实现了儿时梦想的林赛回到英国，立即根据此行的经历出版了《独步长城》一书。该书顿时在英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威廉一直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完成穿越长城创举的西方人。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我最近一直在读您写的那本《独步长城》，我对它充满兴趣，同时也深感敬佩。或许现在告诉您
已经太晚。我还有一本以中国长城命名的书，是一位名叫威廉·盖洛的美国人在1909年出版的。这本书长达340页，且有超过100幅的照片说明。在这封信里，威廉得知，在一本1909年出版的书中，记载了与他相同的穿越长城的冒险。这本1个世纪前著作的作者来自美国，他的名字也叫做威廉。作为目前所知第一个徒步穿越长城的西方人，美国地理学家威廉·盖洛曾在1909年出版了西方世界第一本专门介绍长城的书。在他美国家中的墙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幅碑文的拓片，证明着这一壮举。碑文来自明长城最西端的要塞，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Look at the similarities. Name is William. Fascination for the Great Wall. It has occurred to me, am I a modern, am I a reincarnation of William Gyle? But I think we're different people. We're different people that lived at different times, that had the same love. On the eve of the millennium, just before midnight, we hiked up to the wall. I could see the ridgeline crowned by the wall with the towers, and the towers looked like bright eyes looking down on me approaching. And I thought to myself, wow, these towers have seen the arrival of 1600, 1700, 1800, 1900. What are they going to see in the next 100 years? And it's at that moment I thought that William Gyle's photography and my updating of his photographs could be the perfect formula for influencing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war. 受到启发的威廉·林赛开始了重设长城的行动。他走遍威廉·盖洛当年留下影像的地点，在新的时代留下新的影像。这些时隔近1个世纪的照片，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这座城楼的过去。而历史也验证了威廉·盖洛100年前的预言。他们正在觉醒，中国正在变化。我们有理由期望，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会与日本不同。这个帝国会将其影响巨大的砝码放在和平的那一端。建造长城的民族相信柱石要胜过投石。和平、沟通、连接，古老的中国正在飞速前行。曾经的通商口岸和海关，成长为今日面向中亚、西亚的开放前沿。驶往欧洲的中欧班列从这里疾驰而过。斗转星移，日升日落，又一个100年过去了。任岁月沉浮跌宕，饱经风霜的嘉峪关依然完好地矗立在西北的辽阔土地上，仿佛从未被岁月惊动。
穿过关楼的甬道，侧耳倾听，苍劲的风似乎依然在诉说那些沧桑岁月中过往的人和他们所带来的传奇故事。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长大，岁月的书卷又一次打开。在古老关城的见证下，一代人的故事和新一代人的梦想又将启程。